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小 P。今天我们要来继续分享我们 TOC 冠军赛 Day 2的有趣手牌。首先，这手牌的发生的状况，2000、4000的盲注级别 ，Highlight 位的对手大约有15万的筹码量，选择加注到8000。那我在大盲位，我大约有10万左右的筹码量，我拿到了 KQ 不同花，黑桃 K 方块 Q， 选择了跟注。这个时候呢，单挑底池翻牌是 AJ4 3张梅花哦 ，AJ4 3张梅花，底池22000。那我们的预设策略呢是过牌。这个时候 Highlight 的玩家他也选择过牌，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常见的状况，就是在这种同花的牌面上，其实持续下注并不会是一个100%的频率。对手过牌，我觉得是一个 OK 的状况，尤其是在这种 AJ4 有高牌的情况下，我觉得非常的合理。这个时候转牌来了一张梅花7，4张梅花在台面上，然后我有一个决定要做。首先来讲，我觉得很多玩家会不知道这个时候该怎么做。那我觉得我的思考方式是什么？我的思考方式是第一个，我的范围里面如果要有炸胡，我会选择什么手牌？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必须要问自己的一个问题。那我的直觉是，因为对方一定有机会是没有梅花的，就是没有同花听牌。如果我的炸胡里面要有 outs， 就是说假设我们有被跟注，我们要有合牌可以变得更好的手牌的机会，那我觉得这手非常的完美，对不对？我们有一个卡顺，然后虽然说卡到一个梅花10是没有用啊，是分钱，但我觉得如果是合牌是一张任何其他花色的10，让我们中顺子的话，其实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还有一些摊牌价值，也就是说我们还有一点点的赢率。那如果说我们真的要找炸胡的手牌的话，我觉得这个符合逻辑，所以我觉得我的炸胡是什么？8、9红桃啦，90红桃啦 ，KQ 不同花啦，Q10不同花，我觉得都算是一个我可能会拿来炸胡的手牌。那我觉得这个会用一个频率的选择嘛，所以我当下决定拿这个牌来炸胡。下注尺寸我觉得7000，底池2万2，我觉得下注7000。那如果他没有梅花，他应该就会弃牌，至少我觉得有部分的玩家会，所以我觉得这个炸胡没有特别的贵。我选择下注7000，那这个时候 Highlight 玩家跟注。那我的想法就是看看合牌怎么样再做决定。这个时候合牌来一张黑桃10啊，非常的好，在一个4张梅花的台面上，我们中了一个顺子，底池36000。这个时候呢，我觉得我就有一个摊牌价值。第一个就是我认为对方还是会有一些顶对2对，他不会炸胡，我也不能够价值下注，就是我觉得下注他也不会跟注更多的牌，至少我觉得应该不会。但是我很明确是一个摊牌价值，所以我选择过牌，看对方要不要，我不知道会不会炸胡，我可以考虑抓炸。这个时候呢，他也很快的过牌，那我觉得非常的好，因为我认为对方如果有同花，应该都不会过牌，所以呢，这个时候我开牌我是 KQ， 然后他还要开给我看呢，他是 AJ 2对，他要表示他非常的不爽，合牌被我买到了。所以呢，我觉得这个炸胡呢是一个蛮常见，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怎么样选择炸胡的手牌啊，所以跟大家分享我在这种情况下选牌的逻辑是什么。当下呢，我赢下这手牌的时候呢，剩下102位玩家，那这场赛事呢是100位玩家进入到奖金圈，所以是非常的接近前圈的状态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发生了这一手牌啊，刚好身盲在9人桌，这个时候盲注是3000、5000 ，UTG 加1的玩家有25万的筹码量，他选择加注到1万。那我在bottom位，我有95000的筹码量，拿到了 KQ 方块啊，又是 KQ， 很多 KQ。这个时候呢，我觉得有很多种策略，我们想一下有几种策略。第一个就是弃牌，那我觉得弃牌太保守，虽然说是接近前圈，但我觉得我们在bottom位，我觉得应该就不会考虑弃牌。那如果说再加注或者是 all in 好不好？我觉得也不好，原因是因为就靠近前圈嘛，这个牌也没有强到可以价值下注，尤其是对上9人桌的 UTG 加有25万的筹码量。重点是什么？重点是大盲位的筹码量有30万，大盲位的筹码量更多，所以我觉得他不会开到非常宽的范围，原因是因为后面的玩家有筹码量比他更多的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用的资讯。那我在bottom位，我觉得我有位置，我有一个很好的手牌，我们就选择跟注，进行一个有位置优势的翻牌后，然后这个时候呢，大盲位的玩家有30万的筹码量，他也跟注，所以是一个3人底池。翻牌是 KJJ 2张红桃1张黑桃，底池38000。大盲位的玩家过牌 ，UTG 加1的玩家选择了一个持续下注，38000的底池，他选择了下注一个17000，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算比较大的接近半个底池。他选择一个下注池的话，我觉得我们bottom位然后中了一个顶对，应该就是一个只会有跟注，不会有其他的选项，然后选择跟注。大盲位玩家弃牌，转牌来了一张黑桃2，同时有一个后门黑桃的机会，他选择过牌。那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，当他下注被bottom位玩家跟注，我在想我的范围应该很明显，
就是接近前圈，在一个 KJJ 的翻牌，3人底池，大尺寸的下注啊，我的范围就是什么啊，就是有 K 嘛，要不然就是有 J 嘛，3条 J 嘛，也就是说他比我弱的手牌，或者是他的范围里面，我在想他不会有很高频率的持续下注，这是很正常的。原因是因为我的范围看起来就超强，就是可能有一些 combo draw 什么 Q10 黑桃啊、Q10 红桃之类的手牌。除此之外的话，就是非常大的手牌，甚至我有机会慢打一些 AAKK， 绝对有机会20个大盲。所以他也知道，基本上他炸不掉我的啦，他选择过牌。那问题是我的范围很强，但我觉得这手牌可能是我范围里面相对来讲比较弱的范围。原因是我有 AJ 同花，我有3条 J， 我有 KQ， 我可能 K10 同花会是最弱的手牌，可能 K9 我都不会跟。所以其实我会有一些听牌的炸，但以整体来说，靠近前圈的 ICM 的策略就是，如果说你是筹码量较少的那一方，你的整体策略会变得非常的保守，所以有非常多的过牌。对我来讲，我的范围里面当然还是希望打得比较保守一点嘛，因为靠近前圈，所以我选择了过牌。这时候合牌来一张黑桃10，这张黑桃10对于前卫的玩家并不是太糟的手牌，原因是因为前卫玩家还是会有10，还是会有 AQ 的顺子，然后这个时候如果他是 K10的话啊，当然他还是没有用了2对，他也不会跟住。也就是说，其实这张10对于双方来讲，我不会说哪一方特别有优势。问题是他又选择过牌的时候，问题就在于，我觉得我的 KQ 可不可以价值下注啊？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。那如果说我今天价值下注，我期望被什么更弱的手牌跟住？有什么更弱的手牌会跟住 ？A10合牌中了一个10，觉得他会跟住吗？可能不会。那如果说他今天是 K 的话，他很有可能有 AK 或者是 KQ 分钱。那如果说他有3条 J 的话，当然3条 J 我输嘛。那如果他有后门花的话，我也输嘛。那如果说他是2张红桃的同花听牌，他也不会付我筹码。所以我觉得想一想之后，尤其是靠近前圈，我觉得 KQ 在这边看起来是一个很不错的手牌，但我觉得他没有强到可以价值下注。当然，说实话我不是非常的确定，但我当下决定呢，选择了过牌。看到了 UTG+1的对手是1对6，他的手牌我觉得很合理啊。第一个，这个位置加注没有问题，然后他翻牌持续下注之后就放弃，所以我觉得双方打这手牌，我觉得是一个很合理的策略，然后让我在泡沫阶段赢下来一个底池，同时进入到了前圈。这时候下一手牌非常的精彩啊，非常的精彩，9人桌3000、6000的盲注级别。这个时候呢，我在 UTG+1，我有72000的筹码量，12个大盲，我拿到了1对 K。好，我们先讲一下，这是一个大部分玩家常见的一个，我会说是错误。原因是什么？原因是大家的直觉就是 JJ 以上的对子，在这种低于15个大盲，很多玩家的直觉就会是直接 all in。但问题就在于是这种对子呢，当我们最小加注的时候，我们期望会被一些，比如说 bottom 位的玩家，他有位置，他会跟住比较宽的范围，甚至是盲注位，因为赔率的影响，他们会跟一个非常夸张宽的范围嘛，尤其是大盲会跟到60%以上。那问题就在于说，很多的玩家会害怕哦，我觉得我直接 all in 就不用处理翻牌后，但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最正确的做法。原因是因为这种手牌，我们加注了是有机会被其他玩家看到翻牌，尤其是翻牌有可能会开 A 或者是开 K， 如果你是一对 Q 的话，你会非常的难处理。但是扑克不能够永远都选一个简单的策略，你应该要选的是一个让你可以赚最多筹码、赚最多钱的一个策略，才会是一个最好的策略。所以呢，我自己觉得翻牌后的优势非常的多，就算看到翻牌，我也不担心，所以我选择了最小加注。这个时候呢 ，UTG+2的玩家 all in 8万，大约是13个大盲左右，非常的开心，有人 all in 了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到大盲位的玩家，他有40万的筹码量，他在想，那我想说，他在想，我也不怕嘛，啊，我一对 K pass， 然后他想了，他想了之后选择跟注8万，那我的筹码量不到8万嘛，所以我自己对 K， 我当然很快就跟住。这个时候呢，看到 UTG+2的玩家是 AK， 然后我想说，我是一对 K， 对，赢好了，非常好。大盲位玩家开牌一对 A。这样可以吗 ？AAKK啊，这是拍电影嘛？非常夸张的手牌啊！3位玩家都有非常强的手牌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我就觉得我们只剩下什么？我们只剩下一个 out， 只剩下1张牌可以救我们。然后这个时候翻牌就是 K 啊，非常好的翻牌，让我们成功的击中一个 out， 然后让我们筹码翻倍，从7万多变成是接近20万左右。这手牌呢是非常关键的手牌啊，然后很多的媒体记者都有来报道，因为非常的戏剧化嘛。这种落后的手牌跟拍电影一样，尤其是我还击中了我的 K 啊，重点是我击中 K， 让我的筹码量翻到了20万。在接下来的2个级别呢，就是4000、8000跟5000、1万呢，其实我没有玩什么手牌，让我们从20万的筹码量呢稍微掉了一些小底池。接下来这一手
手牌呢是在5000、1万的盲注级别，当下呢是弃牌到我在 Hijack 位，我有115000，也就是大约是11.5个大盲，我拿到了 A8 不同花。那我觉得 Hijack 位的 A8 不同花11个大盲是非常简单的 all in。那我觉得这边的话可以 all in 到所有的同花 A， 我觉得 A8 应该是很明确的 all in。然后2张同花9以上的牌，所有的对子都是一个正 EV 的 all in， 所以我们选择 all in。这个时候小盲位的玩家他选择了跟注，小盲位是1对7，所以呢我们就淘汰，我们在5000、1万的盲注级别淘汰。这场赛事呢，我们最后出局的名次呢是第53名，获得的奖金是3900。那这场赛事呢，其实是我们说过的是免费赛嘛，所以没有报名费，赢得了3900，玩了2天。那我觉得蛮可惜的，原因是因为比赛没有到决赛桌，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。但我觉得这场赛事比较特别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冠军赛啊，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参加的，所以我觉得是一个蛮特别的体验。那小 P， 刚刚你提到 KK 那一手牌赢了这么大一个底子，这么的神奇，是不是接下来 WSOP 赛期你都要说 KK 能输吗？其实我觉得 KK 本来就很难输嘛，而且遇到 A 也没办法，那也没关系嘛，因为我们总是有机会，就像这样击中一个 out， 所以就算拿到 KK 遇到 A 也不要太灰心啊，总是有机会赢的。赞。我记得那个当下就是你先看到 AK 开牌还高兴了一阵子，但是你马上看到 A 的时候脸就垮掉了。但我知道不要放弃，永远有机会，然后翻牌 K， 看。多棒！以上就是 TOC 第2天的手牌讲解啊。如果说你对于我们的影片有任何问题的话，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。如果说你想要问我手牌的话，欢迎到我们的 DC 手牌投稿区，记得订阅分享我的影片。我是小 P，大家拜拜。